近期，中国出动无人机进行搜救演习，无人机搜救有哪些优势？解放军此举又在释放什么重要的信号？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我们北部战区的海军进行了一次联合的搜救演习。本来嘛，搜救演习这个并不为人所关注，但是在这次的演习中，我们使用了无人机参与我们的搜索和救援活动。那大家就讲了，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吗？当然重要了。比如说啊，这个搜救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飞行员啊，他在执行任务中啊，无论是发生空战，还是在军事训练的时候，他在海上方向，飞机被打坏了，或者是说飞机故障了，它跳伞了，那人是落到水中的，但你只能知道一个大概的区域，但是你没法判定它具体的位置啊。这个时候你要派舰艇去搜救吧，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舰艇的速度多慢呢？你要从起锚之后往那个海区赶，那个海区也很大。你怎么去找啊？所以当你有了无人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派出无人机在海面上，一个无人机的速度比你舰艇的速度要快得多呀，所以它可以前出比你先到达，那先搜索这个就是落水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如果两艘船相撞了，意外相撞或者是触礁了，那这个船翻了之后，也有人落水啊，那飘到哪儿都是啊。或者是说它就随波逐流了，越走越远呢，那这也需要搜救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时候你要通过无人机，也可以在相应的这个区域里边进行搜寻，那也可以提高你搜寻的这个速率啊。所以把无人机加入我们的联合搜救是一个新的平台，因为它可以高效，可以快捷。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的舰艇上，它一般的舰艇只能搭载一架直升机。你要夜航的时候，夜里你在舰艇上，你往海面上搜索，那个能见度很差呀，又有风浪，是吧？你基本上看不太远。那即使有个人甚至几个人，你可能都找不到，很难找到。你直升机起来这个首先这个舰机这个协同就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在晚上的时候，能见度不好嘛，还有风浪，是吧？你这个安全都受到影响。而你用这个无人机的话呢，就是相对的说，你起码人员上不用担那么大的风险嘛。再有呢，就是直升机比较大，一般的一个舰船只能搭载一架直升机，而你无人机呢，它可以多搭载几架，比如说一个往左飞，一个往右飞，一个再往后面飞，那起码3个方向都派出无人机，它可以去侦察去。因为无人机它可以搭载这种就是红外的设备所以可以通过红外的设备搜索海面上的这些目标。那你一下这个不就派出去了吗？这个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再有一点呢，就是无人机现在发展的也很快。你比如说这个像国外的无人机，一个是滞空的时间长，它能在空中飞这个10几个小时没问题的，所以它滞空的时间长，这是一个优势它可以不停的在这个扩大自己搜索的范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的这个设备既可以通过光电的设备，也就是照相把信号传回来，还可以红外，就夜间的时候你要靠红外的这个信号传回来，这也是一个。还有的这个无人机呢，就救援的无人机能够达到什么？就是它像个直升机似的派出去了比如说它一旦发现目标，它掉到水里去了。为什么掉到水里呢？掉到水里它变成船了，就是这个原来它的动力是个螺旋桨，不是吗？它主要是在空中悬停的。那现在它一到水里之后，它就像个船的推进器，就是你落水的人员如果趴在上面的时候，它可以按照你的这个所指引的方向，比如说向岸边游或者是向礁石上游或者是向哪个方向游，它可以节省人的体力。再有一个呢，无人机它可以搭载一些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是这个救生衣那起码如果发现人的话，它可以通过小的降落伞把这些救生器材给你放下去。那你人有了这些器材，起码可以在海上是吧停留漂浮更长的时间呢，就有了就是等待救援的这个时间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无人机参加这个搜救活动以后呢，
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在未来的时候搜救的这个效率啊。同时呢，这个也使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使用的方式呢，比如说侦察呀、救援呐、包括插答一体啊，它可以有更多的功能啊。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